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你今天戴什麼錶呢？之前我曾經介紹過一雙 Wish Doing 的另一款作品，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品牌在細節和設計上蠻不錯的，也蠻認真的。今天要來介紹他們的另一款腕錶——永恆地球自動上鏈 GMT。剛拿到實錶之後，我的第一個想法是，這隻怎麼跟照片裡看的不太一樣？那種差異不是失望，而是它的細節和層次比預期多很多。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一起看清楚它到底塞了哪些東西，哪些是真的做得不錯，以及在$400多的價格裡，它的定位在哪裡。我對 Wish Doing 第一印象其實很簡單，香港品牌，外形很敢做，但品質到底怎麼樣？我發現它不是單靠造型吸引你的手錶，它是把該給的東西都實實在在的放進去。外骨骼錶殼，立體地球盤，GMT 功能，雙色夜光，藍寶石玻璃，NH34機芯，每一項都做得扎實，不是花俏，而是實用，有料，結構清楚，把外形、功能、質感全部塞好塞滿。這樣的組合在這個價位裡真的不常見。先從錶殼講起，這只錶的第一個衝擊感是來自於錶殼結構，它不是一般的圓殼，而是由外骨骼支架。鍍玫瑰金外殼透過分層切面，實心結構，看起來就知道加工會比普通模具多好幾個步驟。可以從側邊看到黑色空間那種挖空的洞，裡面的黑色圓柱體不是裝飾，是整個結構的一部分，真的會讓你注意到這個價位不該有的細節感。錶冠也沒亂做，不是那種一大顆的工具錶風格，而是抓起來剛好，推拉不卡，邊緣有黑色點綴。整個錶殼都是用100%回收不鏽鋼做的，雖然官方強調環保，但老實講，我比較在意的是它實際的打磨。切線的部分沒有毛邊，邊角沒有粗糙，拋光和霧面的比例讓它看起來有層次，又不會太浮誇。這些在實體拿到手的時候會很有感。固定式的玫瑰金色錶圈，加上外殼包覆着裡面的本體，讓這只錶看起來會比實際的價格更高階。我唯一的小抱怨是在錶殼內側的部分，可能是因為空間太小，工具進不去做完整拋模，所以會看到一點點沒有處理乾淨的細小顆粒。鏡面是使用藍寶石，邊緣比錶圈高一點點，我很喜歡這樣的處理，因為它可以增加視覺深度，但又不會像高拱鏡面一樣容易撞到。接下來的重頭戲就是它的顯示盤。這錶盤最讓我意外的地方就是錶盤資訊量很大，但卻不亂。它的最外圈是程式環，由斜面及平面組成一圈的24個程式，字體印刷乾淨，白色字很清楚，橘色組比較低調，但搭上整體配色是很和諧的。程式環下面是24小時的 GMT 環，這個 GMT 環是凹下去的，所以盤面是由程式 GMT 主盤一層一層往內，使我的眼睛很自然就會知道應該要看在哪裡。再往內就是這只錶最有記憶點的地方，有張地圖顯示的是北半球視角，它下面還有一層透明片，發散的格紋線就是地球的經緯線，所以看起來有浮起來的效果。不是便宜做法的平貼圖，而是有深度、有層次、有光影的立體呈現。然後是時標與日期窗，時標是長條形，日期窗的部分我覺得處理的還算乾淨，外框不會讓日期顯得突兀。雖然我個人不是很喜歡3點位的日期窗，但放在這只錶上，比例與位置都還算及格。真正讓我比較疑惑的是時標與指針的比例，它的時標明顯偏小。所以當指針靠近時標或分鐘刻度時，讀時反而沒有想象中的直覺，視覺上會有指針太大、時標太小的失衡感。但是這樣的指針我很喜歡，它是鏤空的框架式指針，前半段有夜光，後半段鏤空。鏤空的好處是讓你能夠看到地球盤，不會遮住邊緣。剛說這款是 GMT 腕錶，但卻沒有看到第4根指針。其實這也是設計的一部分。Wish Doing將第4根指針轉換為圓盤的轉動方式，放在24小時字的外圈上。我來示範一下這只錶怎麼設定時間。假設我人在台北，當前是早上10點，日本比台北快1個小時，所以我們把錶冠拉到第1段，順時針旋轉，
把早上11點對準日本時區的位置，其他城市就會自動對應到各自的當前時間。逆時針旋轉可以快速調整日期，接着把表冠拉到第二段，秒針會停止。這時候轉動表冠就可以設定分針，並帶動時針。全部設定好後，記得把表冠推到底。這隻表不是使用旋入式表冠，所以防水等級只有50米。雖然不能當潛水表用，但日常洗手、淋雨完全沒有問題。我覺得夜光是這隻表的最大亮點。Wish 多不只在指針和時標上磨很亮，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地球盤本身會發光，時標和指針發出的是亮藍色，而發散綠光的是地球盤，亮度也很強。那進來看夜光特寫的時候，可以看到指針亮一層，地球亮一層，資訊非常清楚。這是同價位中極少數真正有讓夜光有功能性的 GMT 腕表。翻到背面可以看到透背的底蓋，搭載的是 Seiko 的 NH30A GMT 機芯。這枚機芯我想大家都很熟了，穩定耐用，好維修，零件好找，故障率低，準度絕對不是賣點。日誤差-20到正40秒。這顆機芯真正的價值是低成本，耐用10年以上沒有問題。搭載表帶是用尼龍外層加上內層合成皮革，我覺得剛開始戴的時候偏硬，但戴個1周後會軟一點。如果想要更適合台灣氣候，可以直接換成22毫米的 NATO 表帶或橡膠表帶，換完之後整個舒服度應該會有所提升。表殼直徑43毫米，厚度是2.7毫米，標到標 50.5毫米。數據上看起來偏大，但實際戴上去比預期的好，因為它的表耳下彎的夠多，視覺比例看起來比43毫米更緊湊一點。我的8英寸戴起來比例還不錯，但我覺得 6.5 到 7.5 英寸會更完美。我的8英寸手腕戴到倒數第2個。這只表不是輕薄路線，它是存在感的工具表，重量只有95克，因為配重都集中在殼體上，戴起來還算蠻穩的。整體而言，這只表的定位非常清楚，它不是走經典，不是走奢華，而是資訊多、層次多、功能滿、造型明確、存在感強。如果你戴手表是希望有辨識度、有功能性、有視覺亮點，這表款絕對會比你想象的更耐看。它沒有辦法藏進袖口裡當一只安全款，但它能做到你抬手就會引起關注。以上是對 Wishdoing 永恆地球 GMT 腕表的分享。如果你喜歡資訊多、功能滿、視覺有層次的表，這就一定會是你的菜。你覺得這種外骨骼造型怎麼樣？你喜歡嗎？歡迎留言告訴我。老朋友請記得幫我按讚、留言、簽到。新朋友請記得訂閱厚實頻道並打開小鈴鐺。謝謝你的收看，我是厚實，願上帝祝福你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